大家好，由于日前下了几天雨，不方便除草加上天气这么热呢，于是做了点工作调动看是否可以成为内外兼修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呢，能者多劳、叫人做事的口号呢，已经不符使用了而老者多能呢，反求诸己，却反而更为受用相信在这人力缺乏的时代呢，很多人也是被迫着学习长大，开始自己拿起工具，做起简单的修缮工作了。不然有时只是更换小小的零件就只能傻傻的等待了。在约20年前，曾经在这间房间住了约1年的时间当然，这房间的历史呢，怀疑已经约有1甲子了。但相对另外2侧的房间呢，这一排算是比较年轻的房间了，完全已经是水泥砖墙的结构相对单纯的结构呢，要进行整修也相对容易不少。这一间房间被当成练功房的原因呢，主要是要先将需要做的修缮功夫进行实测与流程简化。就像现在对于墙壁补土的动作呢，看 DIY 影片学习的时候，感觉轻松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呢，马上就被垂直的墙壁告知呢，隔行如隔山这对专业人士看来呢，或许很瞎但是好的工具要驾轻就熟是需要时间的，不然好的泥水师傅呢，哪里需要时间与经验的累积？改采相信双手万能，戴上塑胶手套进行补土后呢，马上就获得了完美的改善而这窗户外还有一条约1公尺宽的巷道，用途应该就是预留的防火巷从日前种植牛奶甘蔗的位置呢，一直延伸过来的。再安排时间呢，另外处理接下来算是工序的安排在进行补土时呢，为了避免浪费时间遇到用料不足的现象发生就会故意略调多一点的砂浆而这些剩下的补土砂浆呢，为了避免还得额外处理的麻烦就拿来进行院子水泥缝隙的填补会做这样安排的原因呢，也是将日后长草的问题克服掉算是把日后方便维护的因素呢，一起纳入考量接着要进行室内防水底漆涂刷拆掉窗户的原因呢，除了通风也比较凉爽之外呢，干燥的时间也可以比较快相对于户外的工作呢，室内就凉爽多了而隔壁的小黑呢，一样又跑来在一旁监工睡觉了。防水底漆呢，通常是做在外墙但是这墙壁约有20公分厚加上外墙是砖块水泥不方便进行施工所以改采用在内部进行防水措施涂刷的材料呢，则记得要选择室内使用的防水底漆而既然把这间房间称之为练功房练习与练习场地呢，就得善加利用由于可用时间是零散的，施作的时候呢，刚好也可以抓取施工所需要的时间涂刷之前呢，在墙壁下方与床板的接缝处呢，贴上防漆纸胶带毕竟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拿来练习是主要的目的等全部上漆完成后呢，这床板会再重贴上实木贴膜目前床板就算是沾到漆，倒是也没有关系防水涂漆的位置呢，只在靠近防火墙及侧面是外墙的墙面隔间墙呢，则不进行涂刷防水漆省钱省时之外呢，效果也会非常有限
而选用的这种室内防水底漆呢，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是含有细酸酯与水泥的原料，搅拌后会出现细沙啦。如果是使用在外墙的话，砂纸材料可以涂抹厚一点啦。砂石原料粘上去之后呢，会有比较粗糙的保护表面啦。但是室内墙壁为了平整性沉淀的砂纸涂料呢，涂刷要薄一点，感觉会比较好啊。用刷子先将侧边接缝处刷完呢，大面积的位置就可以使用滚筒刷，会比较快啊。两者实际操作的结果是，直接用刷子刷可以刷得比较厚了。另一个使用滚筒刷时，特别要注意侧漏的情形发生啊。滚筒刷毛上的漆量呢，虽然有先在滚筒上滚过但是侧边却是很容易外露的位置啊。另外，若是要使用滚筒刷呢，在涂刷底层时，可以选择滚筒半径比较小的刷子啊。除了比较不吃漆之外呢，也会比较好刷啦。在涂抹表面的漆时呢，再选择刷毛较为细致的即可啊。另外，上漆这个动作呢，真的是要有耐心慢慢刷就好了，不然很容易欲速则不达地上会滴下比较多的漆料啊。以上是个人刷完底漆的感想。而由于这种防水底漆是白色的在涂刷完防水底漆后呢，墙面感觉就有了改善了。另外，前院则是进行填土造地中打算利用堆草槽加速除草的过程多垫出2块比较高的地来解决土壤湿黏的问题至于 Coffee 呢，一样不断的剥夺个人的时间等一下又得帮他洗澡谢谢收看。